追你的肯定比追我的多。我的整个出柜经历也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故事。生了一下气都不行吗？开始 ，OK， 我们又来录 Q&A 了，已经过去很久了，距离我们上一期。然后这次我征集问题的时候，好像是由于是转发动态的时候配了一些让大家问题发给我，所以发给我的人的问题不是特别多。我们就开始吧，我们一个一个先聊一下。第一个 ，Gail 是一个嫉妒心强的人吗？就是我。是否因为刘子的前任争吵过？我来回答第一个，是不是嫉妒心强的人？如果是刘子的话，当然了，我都在怀疑我们后面养宠物，我会不会吃宠物的醋？不会吧？那别养了，那太可怜了。那我小狗狗太可怜了。我不可怜吗？你也可那你说第二个，是否因为刘子的前任争吵过？没有吧？我觉得也没有，不算争吵吗？没有争吵，我只是假装生气而已。假装生气，然后真生气。Are you kidding？ 好吧，他想吵我，但是我不跟他吵。你不给我脸。没有。刘子什么时候过来深圳？会有 room tour 吗？话说你们之前在上海买花的时候也期待了一下子。之前我们在上海那个家有说我们要给那个家做一个 room tour， 但是没有想到我本人居家带口，然后来了深圳。I'm really sorry， 对不起，我自罚一杯。敬你一杯。因为我自己住在家的时候就比较乱，我也不太会把每个细节都打理到位。其实 room tour 今天我已经录了一个简易版，应该会先发出来，或者是在这个视频不久之后发出来。如果卧室和书房全部都打理好，然后这个家再添这些别的画啊什么的之后，因为我想把沙发放上画，我们可能会跟刘子买个画框，我们俩一起画。对，可能再给大家录一个更完整的了。我可能书房和卧室都没有怎么收拾，但我可能也就插花。因为我一个人住的时候，客厅、书房装柜子啊这种细节、装窗帘，刘子今天还在弄，我都没时间去搞。主要是那个家里的花都是我一个一个添置进来的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今天才到的花，在拼多多上买的，我还在醒花，先放下来吧，太重了，好多啊。这些绿植都是我之前买的了。我跟我在字节的同桌，我们都会定期在拼多多上下单一堆花，然后午休的时候就去打理，每天都要保证自己位置上是有绿色的。这就是我们最新买的一批花，刘子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芍药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睡莲。对，这个雀梅。然后这花瓶其实也是在拼多多上买的，包括刚刚餐桌上灰色那花瓶也是在拼多多买的。Yes。拼多多上花呢，大部分都是从昆明发货的，而且都是花卉市场现采现发的，所以你到家一放这个水里一醒，还都是很精神的。最近拼多多有1元秒杀全年鲜花活动，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图标，或者是评论区里的置顶蓝色链接，直接参加活动。鲜花礼包直接包邮到家，如果还能看到链接，就是还有库存。如果你最近有买花和喜欢花的宝子们，可以冲起来了。我们回到 room tour，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房子后面你觉得还有哪些东西要添置的呗？除了一些软装的画，卧室的床头柜。那等你来。OK， 我们下一个问题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有想过出国和养小孩的问题吗？想，他天天想。出国和养小孩这两个我都很想。出国是想出国，我觉得刘子后面看他要想出国读个 master 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跟他一起在国外过几年。但我觉得一辈子就在国外这件事儿，应该没有那么笃定的确定下来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最近的应该是养狗和结婚。结婚我是有放在计划内的，而且 should be soon， 这么快？就未来2到3年之内吧。对，你觉得呢？挺好。你会不会就像那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儿？昨天有看我有心底一处哦。不可能，因为不是炎亚纶。也不可能。Alright， 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和刘子这么多年了，他也是你的初恋，你们现在吃饭的时候还打小雨伞吗？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小雨伞。一开始我有让你打了，倒是有发生过一些事儿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讲一个故事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嘛，前2次见面吧，我应该是第2次见面。吃完饭之后，我就当时异地嘛，我回武汉，我就突然发烧，各种验血呀，检查都测不出来原因，就很恐怖，我就非常害怕，我就各种买试纸测呀，因为我也没有用过试纸，那时候第一次偷偷买了个试纸用，不会看，刚放进去就以为是阳了，就赶紧给我妈打电话说妈我阳了，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会阳呢？然后我就说我谈恋爱，我妈问我是不是跟别人在乱搞，我说不是，我说我跟谈恋爱。
我妈就崩溃了。所以我的整个出柜经历也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故事，很荒谬。后来有查出来了，并不是因为那个原因。OK， 后来我去化验血，我们两个都去医院检查。我被逼，刚认识我就被逼着他去医院检查。我被逼的，妈，我挺好的，确实也该定期做一做。后来我才知道 ，OK， 只要一个人没有你跟他发生关系，也不会凭空产生。之后觉得我们俩大部分时候 almost 是不会打散，但我觉得真的很考验你过往另一半的过去他的境遇怎么样。就如果他是一个特别爱在外面跟别人睡觉或者性经验特别丰富的人，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防护的。其实你应该跟大家说，还是打散的好。你也说说呗。不要学我们不是一个好的榜样。我们喜欢淋雨，我们喜欢在雨中奔跑。对。我觉得这个不是信任的问题，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人，你才能长时间的不做保护措施，严肃的谈论这个问题。现在这个病还真没有特别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，只能说延长。我是觉得不应该歧视，当然，但是谁也不想让自己身体素质变得不如之前嘛，也不想摊上这个事儿。所以尤其是我知道大部分圈内没有 stable relationship 的人，经常会可以理解很正常的去寻欢作乐，但是如果你是长期谈恋爱的话，大家还是要自己有一点防范措施。哪个瞬间觉得对方非常值得依靠？在问这个问题的第一时间，我想想，我觉得依靠这个形容词可能是，但也其实也是相互的。哪个瞬间？我刚刚讲，我发烧一直查不出来为什么，就告诉刘子，很多瞬间都让我觉得他很值得依靠。说实话，他永远都让我觉得值得依靠。我觉得好感人。虽然在很少处吵架的时候，我觉得滚，很少，但我觉得对，如果不值得依靠的人，我早就不依靠了。对呀，早就一脚踹到一边了。那你说说我呗。你知道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依靠别人。那你喜欢干嘛？喜欢干嘛？你没有觉得我值得依靠，值得就是托付终身？这依靠跟托付终身也是两个概念吗？这个问题太难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吧，你的问题，在感情中，刘子似乎是更包容的角色，去掉似乎。那在过往当中 ，Gail 的什么言行举动会真的让刘子生气？真的让我生气，太情绪化。举个例子。昨天去香港就很烦，突然就开骂了。昨天，行吧。昨天那故事就是，其实真的不怪他，我也知道我不能那个时候跟他生气，但就是人那么多，这样等了5分钟，然后我们本来想去一家餐厅，那个餐厅可能8点关门，但是刘子没有提前弄八达通，他在现场注册八达通，他也没注册好，排队现场买天星小轮的排队的人又特别多，所以等了大概5分钟，我就想说为什么还没好？生了一下气都不行吗？行啊，我知道错了，行，我的错。你没错啊，没错，你没错。确实我的错，我承认。好了，当然好，我也不为自己辩解了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聊一聊。刘子马上迈入传统的男人30岁成家立业的关卡 ，UP 会担心吗？这是问我，要我先说还是你先说？你先说。你说一下吧。我说一下。对。担心肯定担心啊，应该是焦虑吧，不是担心。担心倒没什么担心，反正事情总会有解决的方法。看你到底在不在意别人目光，主要是家人。对。还要说吗？不要了。其实这个问题，担心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看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。你刚才看出来刘子的心态了吗？他就觉得事情一定会变好的。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我欠缺的。因为他之前说我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，在事业上，确实，所以我觉得2个人不可能同时奔赴事业。如果他愿意停下来歇歇脚的，我觉得我也不会去逼他一定要当什么高管，我没有那个执念，因为他就是一个生活上很高的人，他可以把生活弄得很舒服，让自己哪怕没有那么忙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节奏安排得很，就他一个人。也可以把家里打点得很好，去运动啊，有时候做个饭，他很健康，而且很享受自己这种状态。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，他现在焦虑也是因为被我传染，被我施压，钱是永远赚不够的。虽然我现在没有觉得到可以停下来歇歇脚的阶段，但是我不会通过 push 他来实现什么。而且刘子也没有让我失望，我不觉得在职场上30岁然后当高管的那些人的状态。大部分是让我觉得羡慕和值得的，除非你那个事业你真的很爱。对，我觉得刘子现在要做的可能
他愿意再找找自己喜欢做的事儿，我也挺支持的。工作你一辈子都要工作嘛，我会担心吗？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我们俩最穷的时候都过来了。是比以前好太多了。以前还好，以前也很快乐，没钱也很快乐。对，以前没钱是因为不知道有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现在身边现在也没钱，现在也没钱，但现在身边见过很有钱的人也太多了。我是觉得你永远只是用物质衡量你的状态，其实不太健康。其实我刚来深圳的时候，想赚钱的心态就特别强烈，每天除了工作之外，还想要通过各种别的渠道赚钱。当然，自媒体也算一部分吧，就是特别焦虑去更新、去做职场的内容。可能从某些程度来说是好事儿，但是我觉得一心只想赚钱，让我缺乏了那种安全感。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思考，没有时间去关心、去关切。之前那种看新闻，会去真正关心远方、去有共情的我，消失了很多很多。每天上班下班，下班也要工作，上班也要工作，就很不好其实。所以我现在有在 push 自己去调理一下情绪状态。看看电影啊，有时候看看纪录片，看看新闻啊，多多融入一些社会讨论啊，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。因为你的精神安稳，也是你自己能自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吧。钱，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止步于此，我也觉得也挺幸福的。只是还可以再为更好的生活努力一下。毕竟像刚刚说，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儿，不管是养狗也好，还是出国也好。有没有简单点问题？都好复杂的问题。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，我们来聊一下吧。双方在处理恋爱过程中的其他追求者，尤其是在异地期间，需要主动向对方报备吗？如果在不报备的情况下被发现后如何处理？先说前个问题，你先回答。有人追求你会主动报备吗？不管异地不异地。都有吧，我都有说过吧，也不算追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随便搭理别人，很无聊。就会演变成追的那个状态。对，就在萌芽的阶段就被我遏制。我说实话，我不会都说。对。但是追他的人太多了，也没有，别做梦，追你的肯定比追我的多。之前就会每个都说，现在说实话没有，我的生活非常单调，真没有，我的社交圈没男的，挺好，很健康。对，男的少数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和刘子 MBTI， 你还记得你是什么吗？ISFJ 我是护士，小护士，我是 ENFP， 我是快乐小狗。但是我觉得最近如果刘子不在的时候，我的那 MBTI 不知道，可能没有那么那个了，应该是-A。如果有一个杠的话，我记得我是-A，那个 A 好像代表 active， 对。但我们俩对这个都没有特别多的研究。我来提一个问题，让刘子回答一下，因为今天这期的话又被我说完了。你不说的话，别人又要说，我都不让刘子说话，然后欺负我。毕竟我发没有你的视频都没人看。我刚好刷了被你打断了，我已经忘了要说什么。你可以说一下你未来的规划、过来的时间节点和你的想法，正好我也听一听。我不就下个月过来吗？下个月中旬过来。工作的话，现在是没找到，就不找了呗，随缘，边找边做。随缘。可以做一些 freelancer 的活，让他也休息休息。我觉得可以让刘子在此期间调整一下，我需要休息。你看他想的是调整一下，我想的是让他做一做自己的号。做一做自己的号，欢迎大家来问我。什么你？私信你，约会你，约会我。我们可能会养条狗，他带狗出去玩，或者在家做饭的时候，可以给大家录视频。我们俩的很多视频，因为我一个人剪，真的是 overload。对，以后可能就是我来剪。谢谢。会有人想看？大德，会有人想看他剪的视频吗？如果想看，就请一键3连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要送他去机场了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，可以在这条视频下面评论，继续评论。让我们无限的把它做下去。这是第2期，期待还有第3期。拜拜。拜拜。